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新不新家第22季第3集。学校新来了个美女，那真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自从她进学校起，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甚至一度成为眼镜仔的偶像。右手名表，左手咖啡，可能就是成功人士标配吧。看她进了校长办公室，3个小朋友忙趴在门口偷听，他们想要知道这美女和校长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事实上是他们心胸狭窄了，人家只是春田小学优秀毕业生，迄今为止唯一升入常春藤大学学生。谢小梅听到风声后也跑了过来，外面那辆贴着耶鲁校徽的车就是你的吧？美女承认了，她说自己刚从耶鲁大学毕业，所以想来看看曾经的母校。谢小梅一听就说自己也想上常春藤大学，为了表示自己有这个实力，她说自己的平均绩点有 4.0。 美女相信谢小梅一定可以，然后就问她有没有做过其他的事。得知她只参加了爵士和废物回收这2个社团后，美女说这太少了，不符合常春藤学校的申请要求。她说自己在新小妹这个年纪已是众多社团的主力干将了。一旁的校长也表示肯定，并拿出当年的毕业相册。果不其然，几乎每一页都是她参加不同社团，在知校只能像那位学姐一样优秀，才有机会进入常春藤大学后，新小妹就开始为以后的简历锦上添花了。她选择的第一项技能是击剑。原本小有心对陪姐姐练习是不甚在意的，但听到姐姐如此挑衅的说不会伤害自己的时候，小有心立刻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。不得不说，她一认真起来，新小妹根本就不是对手。在小有心迅猛的攻势下，新小妹毫无还手之力，胸前还被写了个 M。 新妈走过来安慰女儿，没事的，麦吉尔大学还在等着你，好歹人家也是加拿大的哈佛。但小妹如何肯将就，在她看来，任她是什么学校，跟耶鲁比都是小巫见大巫。这时弗兰德走过来串门，他原本是小新那个棒球队教练，但因为上次比赛他默认了裁判的误判，他觉得愧对于自己的良心，所以决定不再担任他们棒球队教练。听他这么说，小新急了，没有教练的话还怎么参加比赛呀？辛妈提议让辛爸去接替，但辛爸自从上次去棒球场被一棒子打晕后，就留下了心理阴影。辛爸想再努力一下，就说如果孩子们长大离开了，辛爸一定会后悔当时没有陪伴在他们身边。但辛爸是谁呀？直接说将未来的问题交给未来的自己。小英现在无比郁闷，如果不能打棒球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啥。不知不觉间，他又来到了球场上方，没想到队员们穿戴整齐，正在练习棒球呢。询问过后才知，原来他们有新教练了。不过当知道是谁之后，小英就高兴不起来了，因为这个人是新小妹，对棒球一窍不通的书呆子。她甚至都不知道那些有名教练是男是女。看着大家那怀疑的眼神，新小妹摊牌了，她愿意前来当这个教练，只是因为想在简历上添上一笔，而且刚好又没有人愿意带他们。新小妹表示，如果他们想玩负责任的棒球，自己就是他们唯一的希望。小英终于松口了，但新小妹连球类专业术语都在混用，看样子距离成为一名好教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老模子酒吧里，大家正在看棒球比赛，新小妹来到了爸爸身边，希望他能教自己一些棒球战术。新爸没有搭话，老模子又开口了，说他知道的唯一战术就是教练说的永远都是错的，除非他那种酷爱找茬的人。然后接下来他们的话题就被莱尼给带偏了。看新小妹这么苦恼，老模子好心告诉他，坐在那边的几个人应该是懂球的，那些人是以教授为代表的高智商群体。站在一旁听了一会儿他们对比赛的分析后，新小妹震惊了，她没有想到这些人如此了解一项运动。教授告诉她，棒球确实是身手敏捷人的运动，但只有头脑敏捷人才理解其中的奥妙。他们给了新小妹好些书，说这也能够让她理解这项运动的关键在于数据分析。有了这些的帮助，小妹觉得自己有信心了。她将这些书带去比赛场地，一边分析一边在赛场上排兵布阵。她的命令虽然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但事实总会证明她是正确的。渐渐的，她本人也越来越沉迷通过数据分析来打棒球了。在新小妹的英明领导下，小新所在球队名次直线上升，直接冲到第2名的位置。然而小新也越来越不认同妹妹的指挥，认为她将棒球乐趣都给夺走了。他们都没有盗垒和自杀式抢分了，就算不再是倒数第1名，但也没有了棒球的味道。小新决定从此刻开始，他要打自己的棒球。看着哥哥已经摆好了击球架势，小妹走过来告诉他，对手已经让前2个击球手自由上垒了，他需要小新做的也是自由上垒，换言之就是千万别击球。然而小新觉得自己手感正好，怎么会愿意轻易放弃？前2颗球他确实没有碰，但第3下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。好在他的冲动并没有输掉比赛，还完成了本垒打。可就算是这样，小妹容不下不听指挥的人，她当即发话，小新被开除了。虽然其他队员们有意见，
练，博教练的命令也只能服从。自打开除了小新，队员们看辛小妹的眼神都变了，他们看到的不是小新没有听从指挥的冲动，而是漂亮的本垒打为大家赢得了比赛。小妹不想再跟他们解释了，教练发令，球员听令，天经地义。晚饭的时候，小新找到了辛小妹，他让自己的队服脱下，表示从此之后再也不参加棒球比赛，还说已经找到了比棒球更好的运动，那就是足球。说完，这两兄妹就互踢了起来。辛巴实在受不了他们再这么闹下去了，他劝说女儿退一步，让小新归队。在他看来，棒球都是浮云，家人才永远的。没想到辛小妹还没有出言反对，辛巴先跳出来不同意妻子的观点。他的看法是，人们会记得优秀球队的优秀球员，可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老婆孩子的生活。而且他觉得自己的儿子根本就没有感受，只有肌肉。这下兄妹俩战斗升级了，夫妻俩也开始下场对抗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一边一个。辛巴给儿子讲的故事就是要以家庭为重，而辛巴给女儿讲的是关于个人感情妨碍打棒球的故事。两人的声音顺通风口不停交锋，最终夫妻俩的大嗓门严重扰民了，害得弗兰德家两个小朋友都睡不满16个小时了。没有了小新之后，比赛还得继续。小妹越发的严格，凡是有谁认为自己的技术比概率法则更厉害的，都被他无情的镇压了。而此时小新已经成为了新的解说员，虽然他嘴上说着不想再回到球场上，但看着昨天的队员们精彩的表现，以及大家对辛小妹的推崇，他还是酸的不行。终于来到最后一场小联盟州冠军争霸赛，看着爸爸和妹妹都从教练通道进去了，小新别提多失落了。正打算和妈妈一起去露天看台，但没有想到辛妈还有别的安排，她希望儿子能够转化一下悲伤的心情。母子俩一起来到了游乐园，玩了7个小时之后，小新终于觉得有点乐趣了。他正想说快要忘掉棒球的时候，小妹打来了电话找他，因为葫芦蛋喝了太多的果汁，现在不能参加比赛了。虽然情况紧急，但小新已经不想听他的话了。他说自己对教练唯命是从日子已经过了。这时，做他生物的人突然说话了，这人是麦克肖夏。他说小新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服从教练，不管教练是不是他的妹妹，是队员就必须服从。这是小新欠妹妹和棒球这项运动的。赛场上，小妹急得团团转，她现在急需一个速度快的替补跑垒员，但是没有人能够胜任。这时，小新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。果然在关键时刻还是家人最靠谱。不过小新似乎没有打算听从妹妹的安排，小妹使劲给他比划，别盗垒，没有机会赢。小新也的确表示自己不会这么做，但他却飞快的连到了3垒。这还不算完，他还打算去直接到本垒。辛小妹愤怒在他身后呼喊，电脑统计说这不可能赢。他不敢相信看着小新真的冲了过去，这太荒谬了，这完全有悖常理。但很快他又说不出话了，看着小新奔跑的身影以及观众们的呼喊，他的内心也被其他情绪填满。这棒球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场，加油小新！虽然这气氛确实吵起来了，可惜他这次的盗垒并没有成功。小新他出局了，场上观众自然对他一片嘘声，只有辛小妹将他拉了起来。他说是小新让自己真正爱上了棒球，这项运动不是数字堆砌，而是让人难以预料的热血澎湃的比赛。听他这么说，小新却有些后悔，或许他真的该听从电脑的话吧。小妹不置可否，或许吧。他说根据电脑的计算，在51%的时间里，小新都是很棒的哥哥，4舍5入，他就是一个好哥哥了。小新深受感动，说在自己心里他也不赖，还将自己第1名的标志给了妹妹。比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输赢、观众的欢呼，或者是挥洒泪水，或许都是，又或许都不是。任何事情都在被赋予了意义之后更加美好，比赛也不例外。它的定义或许很简单，就是只在分出体育或者其他活动中技术的高低。可它似乎又不仅仅在于争个输赢。这样是辛小妹的指挥下一路过关斩将那支球队，或许这样继续下去，他们能够站在巅峰。可纯粹的概率操作却磨灭了人的努力，磨灭人的感情和体育精神。这样的胜利其实少了很多温度。反观小新的一些操作，看似十分莽撞，却透着对这项运动的热情与爱。比赛所能够触动我们的，或许从来都不是毫无悬念的机械化胜利，而是场上的选手们每一次倾注热爱的奋力一搏。输赢从来不是比赛的全部，唯有热爱才能让所爱永存。本期视频就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